1989年，北海道发生一起著名的 SOS 山难事件。36年过去了，唯一的线索是3个大字 SOS 和一个装满动漫卡带的背包，没有凶手，没有山崩，成为日本史上最离奇的山难事件。时间回到1989年7月21日，2名在东京药厂工作的员工决定攀登北海道的旭月山。因为不熟悉路线，在山里迷路了原定的下山时间，却没有看见2个年轻人。于是当地旅馆老板决定向警方报案，救助队立刻派出直升机地毯式搜索，竟然非常迅速的升空，几分钟后马上找到了2位年轻人。そこには倒木で作られた1.5メートルはある巨大な SOS の文字。報告を受け現場に急行する地上班。SOS 文字から北東に 1.6km ほど離れた地点。这么聪明的求救方式让搜救队忍不住称赞。年轻人排大字的举动救了自己时，这才发现原来山里面还有人求救。年轻人呢安然无恙，对，只是身体虚弱，还好。然后上了飞机之后，一直跟救难人员说谢谢谢谢。就救难人员说，哎呀，其实啊，你们也要谢你们自己啊，对，能够排出这样的 SOS 啊。2个年轻的制药员工听那个搜救员说完，脸开始扭曲，开始出现好奇，我们没有排 SOS 啊。那 SOS 是谁排的？搜救队第一直觉认为山里还有人，把2名年轻人安置下山后，立刻飞回 SOS 的地点再次搜寻。当直升机2度靠近的那一刻，搜救队惊觉这恐怕不是一场普通山难。捜索開始からわずか数時間後、SOS 文字のそばで遺留品を発見します。バラバラに散らばった人骨の破片。そばにあるリュック。その中にはカセットテープ4本とテープレコーダー。这具遗骸又是谁 ？SOS 求救大字会是他排的吗？赶快将遗骸送检，先确定身份，才能解开谜团。由于遗体十分娇小，警方一度以为死者是女性，直到最后鉴定结果出炉后，才判定死者为男性 A 型血。在比对身份后，确认这副骸骨是5年前失踪的来自爱知县的25岁男子。25岁年纪轻，又是男性，推测当时的体力应该可以排出 SOS 的大字没有问题。但验尸报告出炉，证实这具遗骸绝对不可能排出 SOS 在他的遗骸。发现腿骨有骨折痕迹，说明他当时是受伤了。他很难做出这么大的工程，实在太奇怪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何爬山爬到一半离奇死亡？法医推断，依照全